欢迎收看本期赛911深度测评。在20多天时间内，我针对多个方位进行了综合测试，你能想到的、没有想到的内容我都做了。如果你不看完，真的很可惜。本期测评的内容一共3大类6小项，都放在屏幕右侧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，满满的干货，绝无废话。为了避免无脑喷子看到这期视频，优缺点我会穿插着讲。首先动力部分，这台赛911的实测成绩很亮眼，在不使用原厂弹射模式、关闭 TCS 加95号汽油且不添加燃油添加剂的情况下，纯手动弹射0-100加速成绩达到了3.02秒，这是目前最快的国产车，近2秒俱乐部也能做到，只需要找一条没有坡度的路段，再加98号汽油即可轻松做到。如果质疑无法近2秒俱乐部的声音比较多，我会选择一个晴天再次测试。当时测试的环境下了一点小雨，可能会影响到成绩。它60到160的加速成绩则是达到了4.16秒，这样的加速能力完全可以喊出那句“躬身之下我无敌，躬身以上1换1”的 slogan 了。616的成绩其实还可以更快，因为2档表显时速就已经达到了161公里每小时，只是 GPS 没有达到，必须得3档 GPS 才能达到160以上。如果多出1000转速来提升尾速，就可以减去一次换挡的时间。3.8到3.9秒的616成绩可以稳定做到。值得关注的点是，100公里测试中的0到50用时只用了1.57秒，这个起步还存在一些优化空间，而50到100却只用了1.45秒。按沙夏的那个排行榜来看，50到100这一段的加速能力比川崎大牛的1.5秒还要快那么一丢丢。因为它的 P-Box 只有小数点后1位的数据，所以默认快0.05秒。能跑出这样的成绩并不奇怪，因为马力达到100匹以上的车，只要1档能破100，成绩都不会太难看。他们的差距更多会体现在100时速之后的加速能力上。讲到这里，就必须要喷一下原厂的弹射模式，连转速都卡不住，限制在8000转才0.几秒就破转速了，还不如我手动弹。这玩意儿你做它干嘛呢？浪费开发成本可耻。讲完了加速能力，那跑得快也要刹得住。它的最佳刹车成绩做到了40.37米，自重215公斤的情况下，这在2轮摩托车中是非常优秀的那一档。波雷布 M50S 刹车和贝耐力恶魔4轮胎算是没白给。原厂的 ABS 调教会比较激进，和多数欧洲车差不多，得在车尾抬起一点之后才会开始介入。刹车手感没有欧洲车的那种撞墙感，但力道绝对是过剩的，只是它更线性一点。以上数据均出自于我使用的这个测速设备，它叫车牙，目前2轮4轮玩车圈内公认的测速仪器，并且它没有类似 P-Box 那样的 OneFoot 去掉起步时间的功能，绝对的公平公正。看完赛911的实测数据，你会不会觉得它的动力很不可控，给你一种全程高能的感觉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它在6000转之前非常的温柔且丝滑，给人一种大号赛600的错觉。那到底有多丝滑呢？我亲测带妹跑山可以用3档一直骑，2个人都很舒服。1个人骑的时候，哪怕是6档怠速，也完全不会有脱档的感觉。低转速区间它很可控，并且扭力非常充沛，直到6000转之后才会表露暴躁的那一面。这个输出调教和绝大多数公升车有点像，后面会再提到。在激烈驾驶的过程中，它也表现出了一些问题。首先就是油门转把的行程过长，这很影响全油出弯的体验。油门响应调教的是没有问题的，在熟悉之后，低速控油也很轻松。但是目前已有部分车主表示，这个油门行程以及转把间隙的问题，导致初段油门不好控，有点顿挫感。熟悉的人觉得它不够激进，不熟悉的人就会觉得它超级难控油。目前市面上也没有专用的大扭油改装件，这间接拉低了这台赛911的下限。其次，这台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少了快排功能。也许会有老手觉得快排不重要，手切离合也能行，但是一台4缸车却没有快排，在听感上总会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。这个东西目前市面上也没有稳定靠谱的改装件，想要稳定使用，只能等厂家找 ECU 供应商合作开发。这个东西涉及到断活以及断油的部分，自己找人瞎改爆缸是迟早的事儿。前面提到它6000转动力才会爆发，那么动力来了，震动也同时来了。接受不了这个震动的，可以通过加98号汽油或者95号汽油搭配燃油添加剂来减弱。4到5000转刚好是最丝滑的转速区间。我自己用的是这款不施氮添加剂，亲测有效。想要的车友可以在评论区链接里面拍。赛911这台车的油耗，我一共分别做了5组测试，在80%山路加20%国道，全程转速不低于6000转的情况下，它的100公里油耗达到了9.61升。150公里之前你必须要去加油站。在市区中骑行，偶尔堵车，外加暴力驾驶30公里左右山路的情况下，它的最低油耗做到了5.65升，最高油耗则是6.51升，平均算下来6.19升左右。它的油箱容量是16升，亮灯之后里面还会有5升多点的油在里面，一箱油极限续航220公里差不多了。选择这样的测试方式也是为了最贴近大家的用车情况，全程的 GPS 记录以及加油记录大家都能看到，绝对没有任何作假行为。在外观设计上，这套赛系列家族化的外观呢，我个人觉得在国产车里面还是很漂亮的，和目前比较热门的几台进口工程车放在一起也不会逊色。包括你看它这个车架以及轮毂的金属
漆做得非常精致。如果你对漆水的好坏没有概念，这里我直接用身边车友的川崎 HRC 以及 HR 普版的车架漆水对比，你仔细看这个焊接工艺，赛911做的也是很 OK 的。再怎么说，它也是奥古斯塔的底子，一个被当做艺术品对待的品牌。别问为什么我去找 HRC 对比，我身边使用钢管编织式车架的公升车只有它了，其他车绝大多数都是双翼梁车架，没有对比的意义。赛911的外壳上用的是米白色磨砂漆，漆面上带了一些闪粉来提升层次感，漆料很不错。我之前有背过一个背包，胸口有个金属扣，翘头把这个油箱给磕到了。从破损处的侧面可以看出来，这个漆水本身是挺厚的，只是这个颜色我很不喜欢。它要是偏冷色调的亮白色，给我的感觉会更惊艳一点。它比较吸引人的设计有2个，首先是奥古斯塔同款的风景排气，目前市面上你找不到比它更好看的原厂排气了。我平时骑在路上，即便是不懂车的女性路人也会觉得这个排气真的很帅。这个评价的含金量，各位观众应该都能明白，得吃率直线上升，兄弟们。第2个亮点且非常实用的设计就是坐高调节杆。我的身高1.68米，在原厂状态下能2个脚尖落地，调低之后可以2个前脚掌落地，并且那根调节杆还留有余量，可以调得更低。可兼容的驾驶者身高应该在1.65米到1.9米之间，而且调低之后有个好处，就是你在原地推车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车子轻了不少。不过这整台车的细节做工就很难评了，外壳边角上的瑕疵细微，但是点位有点多了，甚至我这台车上还有那么一个面没喷到漆，这我就很不平衡，损失了至少2块钱的漆料。刚好前2天被朋友倒了一下车，左边一片的配件定损下来才500多块钱，也勉强让我找到了答案，安慰自己。这个车的原厂外壳便宜到离谱，一个卖7万块的准公升车，一块大板居然只要180多块钱，你敢信？但凡换做其他任何一个品牌的准公升车型，这个定损单的价格至少要翻倍，也许会让我肉疼，但我还是建议 QJ 把赛911的外壳价格翻倍，这个外壳的品控做好一些，因为这是准公升的旗舰车型，不能把走量产品的思维方式套用进去，贵那么一点点对于车主来讲真没事儿。车上的挡泥板以及车头罩都是赛800的通用件，风挡、后视镜、转向灯更是全系通用件。这些东西好不好看我不过多评价，但它们确实影响到了其他部位的设计。这个车其实是可以有冲压进气的，连进气管都接出了一半，但是车头罩这个位置却用了赛800的通用件，这又是什么操作呢？不开孔强行阉割马力吗？这个行车记录仪对于仿赛来讲好像没有冲压进气那么重要吧。还有就是这个外壳板花的设计，我真的无力吐槽，居然能让车主不约而同的把它全都撕掉，可想而知它到底有多捞。如果你有了解过赛911这台车，你就会知道它使用的其实是奥古斯塔 F4 的车架，用这样顶级的车架带来的好处就是能让你提前获得顶级的驾控体验。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车重比那些20-30万的公升仿赛还要重几公斤，骑起来的体感和公升仿赛没差，兄弟。究其根本就是成本受限，镁铝合金轮毂它用不起，树脂油箱它也用不起，更别提其他地方了，那重量自然也是下不去了。好在低速灵活度还不错，它的发动机其实也可以说是公升级的，热量表现和公升车也在同一梯队中。1078cc 的发动机就是基于911扩缸来的。整趟维持20多天的深度评测下来，赛911给我的感觉就是它7万块钱的车价得有90%以上都花在了车架、发动机、硬件配置层面，骑行感受总体来说还不错，动力表现也能给你带来超出这个价格的体验。原厂给的避震规格非常顶，前面是预载、压缩、回弹阻尼全段可调的倒置避震，后避震没有标品牌，但我个人认为大概率是拿着马祖奇的技术做的，毕竟是自家厂子了，给大排量车型做配套的经验也足。它不仅有预载和回弹阻尼可调，高低速压缩阻尼也是可以调的。放眼望去，这种规格的避震器在同级别车型中不超过3台，顶级的车架加上如此高规格的避震器，让它在弯道中的稳定性以及循迹性非常强，高速状态下的车身动态也非常稳定。这样的车架让我在国产车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验。自带的弯道 ABS 能让人更有信心的去带刹入弯。原厂的 TCS 我没有专门花时间去测，只在地铺里面简单感受了一下。我这边最近下雨很多，回潮严重，它不是那种简单的断油 TZ， 在介入之后依旧可以维持一点动力输出，切动力的频率也不算低。这个 TC 用一句话概括，比低端车的强，但是和大贸完全没法比。它是有6轴 IMU 的，所以出现这2个功能并不奇怪。我给身边之前玩水车的朋友骑完之后，他们给出的评价就是国产终于有那么一台骑着像样的纯仿赛了。即便如此，它可优化的空间也不少，比如外壳的细节部分有待提升。它的原厂漆水明明很好，也挺厚的，但是工艺还处于走量车型的水准，导致成品效果低于预期。整台车的做工细节缺少一些准公升级车型应该有的质感。冲压进气既然可以做，你就给它搞出来，搞一半是什么意思？留着割我和其他911车主韭菜是吧？还有那些通用件就不要在旗舰车型上用，真的很掉价。外壳板花实在不行，你就照着 WSBK 板花去抄，就算丑我都认，至少还有情绪价值在。高转区间的震动也是可以让电喷组去优化的。是，我知道你着急卖，但是你先别急。好，骂完了。如果你对一台车的侧重点更倾向于驾驶层面，赛911是绝对值得你去选择它的，因为它拥有现在国产车里面最强的动力以及最顶级的车架。下期你想看什么车型的深度评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看完记得点个关注，不然以后可能刷不到了。